是结狗来的，是同龄人。吃外卖呀，闺蜜。吃主食的，我爱大米饭。404有第二季吗？我看他们是有第二季的计划的，本来就计划了拍第二部和第三部的。哭戏越来越好，不得不说，我们斯麦林导演他真的很会调戏，特别是调这种情绪戏。我只要跟他一对视，我就想哭，谁懂啊？我们一对视我们就想哭，这是我们后来的默契在的。我们第一次达到链接之后，后续的所有这种情绪戏，他其实每次都会给我戴个耳机，然后放一首情境里的歌，然后我只需要拉着他的手跟他对视。但我觉得这些都已经到后来都已经无所谓了，都不需要，耳机都没到我耳朵里，手也还没牵上，就进入那个状态，我看着他我就想哭。我看着他我就想哭，我就心想说耳机都不用戴，不用放歌了，直接来吧。我大学学是国际商务。什么全身无力感？说啥了？哦，对对对，医院那一场，如果非要说404让我印象比较深刻的戏，第一个一定就是医院的那场戏，而且医院那场戏还属于大概是第3天左右拍的吧，第3天左右拍的。说实话，那场戏我觉得是我整个人生的，不管是哭戏也好，或是情绪戏也好，我觉得是一个巨大的突破。因为在这之前，我很惧怕这种大情绪戏，特别像是这种家里有人去世啊这种类型的，亲人去世这种大崩溃戏，我一般都有一些害怕。因为我生活中不是一个大情绪的人，我不知道。我是一个很需要知道事情是什么样，然后有模有板的再去做出那个样子的人，但是我不知道那种是什么样子的，所以这种戏对于我来说是一个巨大的挑战。但那场戏也很神奇，就是我没有太多的压力，可能我们在第一天已经跟斯麦林导演就是已经达成了链接，然后没有太大的压力。然后那天拍那场戏的时候，他特别好，他是设身处地的去帮我占机位，然后他说他想去先感受一下我站在那个地方可能会想些什么，然后他代替我去占机位，去代替我蹲在那儿，然后甚至你们看到的那个病床推出来的那个病床，都是在那之前都是没有让我看见的，就开拍的那一刻之前他都没让我看见那个床，因为他想让我等到真正拍的时候能感受到那个巨大的冲击力，所以那个绿色的病床我一直都是没有见到过，等真正开拍的时候才看到。然后在拍之前他还给我听了一段音频，是爸爸的那一段音频，就是我手上不是有个那个纸条嘛，那个纸条上是爸爸写的字，然后他当时是把那个音频给我听了，就爸爸录的那个音频给我听了，然后再给我放一首歌，那首歌好像就是剧里的那首歌，我记得是有一点小古风的歌，没有歌词的，然后就听那首歌，听那首歌我就开始哭。而且很神奇，就是我后来的每一遍，只要我一打开那张纸，我的耳朵里就会有那个爸爸的声音。谢谢张敏，Love you。然后其实我们那场戏没有拍多少次来着，因为确实情绪很大，然后基本上我的镜头好像就拍了两遍吧。一个近景，一个比较全的那种，然后机位大家也配合的特别好，
然后再换男主的话，可能也就拍了1遍，所以其实那场戏总体拍起来不超过4遍吧，很默契。而且主要是我觉得那场戏我没有想太多，就进入那个情境里了，也没有去想说，哎，如果是我遇到这种事情会怎么样，没有任何的设想，反正进入到情绪里了，情境里了，就自然有那个情绪，就演呗。而且我们那个，你知道我为什么没有什么任何喊出来的台词或是喊出来的哭声吗？因为我们的剧本里面就是写着的，它是呜咽声，并没有哭喊声，没有喊声。就那种哭都不是放声大哭的那种，挺惨的。就是我记得我当时他们在重新拍完1遍之后，他们在确认素材量够不够的时候，我在外面，我拍完那场戏，其实整个人都有点无力。然后王老师那不是出来之后抱住了我嘛，然后我们那个抱住还持续了很久，是因为在结束之后他们就在安慰我，因为我整个人是无力的，手是僵的，然后他们在安慰我，然后他们在确认素材的时候，我自己是听到了我自己那个哭声的。哎，我一听到我那个哭声，我眼泪又开始唰唰的往下流了，就我都没有看到那个画面，我听到那个哭声我就眼泪止不住了。所以很神奇，我觉得声音其实也很能传递情绪和情感的。反正我觉得我拍完这个戏之后，确实在哭戏方面不是有非常大的阻碍。我逃离他的岛也是拍完404之后拍的，所以逃离他的岛你们也会发现我的哭戏跟以前不一样了，对吧？哭戏多，我看到有个剧评了，他说我眼睛都是肿的，他说我这个戏确实很消耗，我觉得他说的还有点保险来的，他说一天可能三场哭戏打底吧，太保险了，我一天有半天的时间都在哭。哪个老王有4大？王毅然吗？暂时还没有哎，不知道啥时候4大，暂时没有。很喜欢我们的大馋丫头吧？是真的哭吗？那还能假哭吗？俺的戏都是真哭啊，不需要滴眼药水，我滴不了眼药水，就是如果让我滴眼药水，我会不相信。我会不相信我那个情境，我不相信我的情绪，我哭不出来，我后续的情绪是断的，我不会哭出来的，所以我没法用眼药水，等我哪天克服了，但暂时没有克服说用眼药水这种事情。谢谢 YY， 而且我其实不太需要，我现在来情绪很快。家中常备是不是在忍笑？家中常备确实很好笑啊！家中常备是我们当时就对戏走出来加的词儿。那场戏他真的很搞笑啊，王老师演得很搞笑，而且我觉得笑也很正常啊，因为我是一个平时看到心一直很严肃，其实有点距离感的人，突然在家里变得一板一眼的正经，就会觉得很好笑呀。笑也是人的正常情绪来的。我不知道我是不是高敏感，但我现在确实很容易进入情绪，也很容易哭。只是我的生活里不太爱哭而已。拍戏，谁呀？开个门啊！谁？咋啦？快递到了。
你可以看一下，等我明天放到车上去。俩事业，对，我们就是两个特别爱搞事业的人，但我觉得现实生活中应该还有这样的人，因为你看我现在的工作，我也是为了工作，就是没有任何的，其实没有其他的私人生活。我不是在工作，就是在休息，没有什么私人生活，所以我相信世界上一定会有赵燕青还有江婷这样的人存在。谢谢 YY。就是谢谢令，谢谢大家。钥匙已经打开了，都是吃的啥？哦，行，你就放着吧。那明天再拿上去就好了。好，拜拜。边看 TY 边看404，谢谢 SY。只是我觉得确实有些朋友会觉得说拉扯的太久了，但说实话，我尊重这样的人的存在，我尊重这样的人存在，尊重大家觉得拉扯的太久的存在，然后也尊重真的拉扯的很久的人的存在。世界本来就很大，各种各样的人就有。总会有这样那样的人，对不对？我们不理解，但我们尊重。不理解，但可以尊重。我是处女座来的。喜欢我跟 Jessica 在楼下分别那段，我也很喜欢，我也很喜欢。就是一个大姐姐带着一个小妹妹成长，然后其实你知道吗？我们原来的剧本里面还有一个桥段是，我跟 Kiki 就后来的那个接替我的那助理也做了一段这样的交接，但是后来是因为时间的原因，还有别人档期的问题，就没有办法把这段戏删掉了。要不然，其实我们3个女孩子之间也完成了一个这样的交接。后面那一段很短，是因为没有档期了，所以当时只是说了一样的话，但其实我们后面还本来原本的剧本里是有做了很多相似的情节的铺垫的。他们这部剧之后去哪？回横店吧。回横店拍下一个戏，回横店休息几天，然后拍下一个戏。演得好细腻，谢谢大家。其实我觉得说我演得好也有，说我演得不好也有，但是我觉得如果大家能感觉到我演得很细腻或怎么样，那一定是你跟我共情了。我要非常感谢，就是大家现在工作这么忙，然后还愿意跟别人共情，还愿意跟一个剧情里的人去共情，真的很谢谢你们。我最想演什么类型啊？我最近想演点轻松的戏，然后我也很庆幸，就是最近我新尝试，比如说大馋丫头这种清洗的新尝试，能被大家就是接受，所以我可能接下来会更多方面的去尝试不同的类型。什么时候跟王凯木老师搭？会有机会的吧。清洗再来一点儿，我真的想努力去再找点清洗的本子，我希望清洗的本子砸向我。逃离他的岛404还有大馋丫头都是我的原声来的，都是同期声。英语是原声吗？
有原声啊，有一部分是原声。谢小谢，基本上都是原声，有一部分，一小小的部分不是，大部分都是。404为什么不是 B？ 因为他俩就是有感情的，他俩最终都就是会在一起的，最终会在一起的，所以他俩是绝对不会 BE 的，只是说时间比较久而已，但不会 BE 的。英语说的挺好，哎呀妈呀，英语真的是我和王老师之间的最痛苦的事情了。就那几天，知道要拍英语的前1、2天，我们就开始痛苦了，就开始背词儿，就背英语，每天现场背。王老师比我还痛苦，是他那会儿还要说粤语，他还要说粤语。没有，01我还没有吃到什么好吃的，因为我们这边上什么都没有。想看我要演白切黑，我也想演来的。但我不太想演复仇，白切黑都多少带点复仇。是在山里。新婚有影谁追的谁啊？新婚有影前期没有谁追谁，就只有暗恋而已。后期就是中后期就拉扯，他没有什么谁追谁吧？他非要说的话，可能是。后期是男主追女主吧。恶女本，哎呀，我之前本来遇到了一个恶女本来着，也不是恶女本，但后来反正各种原因没演上，我再想想办法，我再找找。我之前看过一个小说，有点那味儿。我想办法看看谁愿意去改编一下。7月份目前就接了一部，会连麦吗？没有这个，大家没有这个规划哎，我不知道。而且我在拍戏，最近我不知道别人的安排。谁给我送啦？谢谢，谢小谢。哪个女主啊？你看的是哪部剧啊？下班不用说俺了吗？要说，俺要把俺这个字，就是要坚持9天。俺不会说粤语，識聽唔識講啊？俺是搞月娥，黄昏恋，没事啊，我们自己也调侃，我当时也自己调侃自己，我说2个，我像这样说合适吗？不合适，我先不说了。但我也调侃过我们自己啦。新剧会是不会啊，不会一直是啊，就开头。你没看我现在没有吗？这是我后面的发型，大概在5、6集吧，5、6集的时候就换发型了，像个大鹅。我说俺的时候像个大鹅，我真的适应了很久这个俺。我就开始拿着这个剧本的时候，我说哇塞，这个剧本的台词好拗口啊！每次说到俺的时候，我就噎住了，我的语言习惯根本无法适应，我就噎住了。我昨天围读的时候还噎住呢，但我感觉今天好像，俺感觉今天好像已经开始适应了俺这个字啊。俺说起来很土，俺现在就是在拍一个很有土地气息的
一个系，大自然气息的一个系。之前直播又开始俺了，主要是现在的俺的含量太高了，一页纸里面大部分都是俺，所有的我都变成俺。发新的叮当啊，我们剪了一版，那我感觉没有特别完美，我在思考我要不要发，但剧方也会发一版，我看剧方那版剪了还挺好的。而且最近要发的东西有点多，要不就不发了呢？我们可不可以不发呀？还是我们必须要发一个属于自己的版本呀？你们决定吧。不行，可以是什么？工作室必须发，可以不发，这两天发。主要是我这两天需要发的东西太多了，这两天就是宣完逃离他的岛，宣大馋丫头，宣完大馋丫头，宣404，宣完404要开始宣新婚有影了。我过两天就要开始宣新婚有影了，真的有点发不过来了。剪是剪完了，但是我感觉不是那么完美，我不太满意。所以我决定不发了，官方会发的，到时候你们看一下官方的，好吧？不满意就算了，可以。新婚有影官方还没有定档，但是快了吧？下班啦。改个名字不归我管，这属于果子的戏。其实果子愿不愿意改是果子的事儿，果子不愿意改没有办法。喜欢这个花苞头是吧？大馋丫头里面的花苞头跟这也很像，只是大馋丫头是侧刘海。哭是正常的，谁也无法安全的从25级走出来，对吧？我也走不出来啊。我看到25级的时候，我侧睡的，然后就是默默的感觉到我的枕头湿了。25级谁能完好无损的走出来呀？有糖。从25哭到了29，不是啊，其实从25开始，江婷就变成了一个孤独的小孩了。他没有妈妈，也没有爸爸，他就是一个小苦瓜。从25级就变成一个小苦瓜。前面其实他都不算小苦瓜，因为他的生活是有奔头的。但从25级开始，他的生活就是为了好好的优秀的活下去。我要吃东西，早知道我要吃东西，我要吃点东西。我真买了吃的，我买了很多零食，这里还有一箱，然后还有一箱没到，因为俺们这不是进山里了吗？然后都说这里物资匮乏。这个零食吧。那个饭没有很好吃。那个饭就是半减脂饭，一个半减脂饭，不好吃。而且我吃了2份，一份是正常的，一份是特餐。哇塞，芝士味好浓。还不错。
给你们留了。对，今天吃吧。这部剧相当好，最近3部剧都挺好的，希望大家都支持一下。逃离他的岛、大馋丫头，糟糕，大馋丫头的心声藏不住啦，还有404山茶花会开。吃吗？好吃。还有呢，这剧组的，真的我都不说了，我不吃减脂餐，怎么感觉给我配的东西都像减？吃个南瓜吧。大馋丫头好看，404也好看，逃离他的岛其实也好看，不同类型的。对，5点多就下班了，都看了，谢谢你们，都好看，是的，都好看，还行吧，不是很甜。有人看完哭，有的看完笑，我觉得看完哭的，哭了之后就可以去看大馋丫头笑，对不对？特别是看404和逃离他的岛，看完哭的就去看大馋丫头，大馋丫头指定能治愈你们。而且大馋丫头，如果你觉得果子上那版我们已经更正过的那一版看着不是很爽的话，可以去抖音端去看，抖音端是未更正版的，好像，对吧？我们果子端已经更正过了。前几天我们一直都有在想办法去更正这个东西，然后已经更正了，抖端也改了，可恶！但没事儿，反正已经改了，那说明一切都已经很安全了，那就放心看吧。也基本上都能，我们已经想办法大部分的去保留了它的笑点。不甜啊，南瓜不甜。很遗憾，现在这一部不是原声，我昨天才知道。我觉得我之前有一些地方还是不太谨慎的，就是在签的时候我默认它是原声，等到昨天围读的时候才发现不是原声，因为他说这边其实是景区来的，有一些地方确实不太好收声，然后也为了拍摄节奏，而且他们已经做完了那个预算表了，已经无法改了。我昨天一直跟制片争取到最后应该也是没有招了，因为他们那些所有的项目规划都已经提交了。对，这个收声没有办法控制，然后他们早也就确定好要配音了，主要是我们天天俺的可能也不是很正宗，无法给大家带来比较好的观看体验吧。自己应该也不配了，但我到时候我尽量就是看看能不能就是参与挑选配音的那个类型吧，尽量找一个稍微贴一点的，好不好？这是我能做到最大的办法了，别人也跟我说这是最大的解决方案了。对，希望会的，制作方还是比较有经验的。我们这个制作方是那个东北爱情故事东北爱情生活、东北爱情故事那个制作方，
编剧也是同一个编剧，就很精品的。东北爱情往事是吧？东北爱情往事，对，很精品的，故事也很精彩，立意也比较深刻，跟我以前的类型也不一样，等着吧。然后俺们高月娥也是一个非常有力量感的一个女性，非常有力量感的女性，有家国情怀的。喜欢我的侧脸，那我就侧着给你们播。刚看完我的一部剧，哪一部呀？404吗？昨天晚上新上的戏叫《404山茶花未开》，前几天上的戏叫做《糟糕，大馋丫头心声藏不住了》，在前一段时间上的是《逃离他的岛》，最近有这3部正在热播，而且就是大家反馈都很不错的戏，希望还没有看过的朋友可以去看哦，看过的可以多刷几遍哦。婚后熟透，婚后熟透是上个月播的，也很好看。婚后熟透也很好看，也很清晰。大馋丫头就是爆笑，婚后熟透是清洗。山东话俺不会讲，俺说不了山东话，俺不是山东的。中气十足，不，我现在都没有十足了，因为我今天那一大场戏，我在那嚎叫了一整个下午，嚎叫了一整个下午。大馋丫头真的爆笑，那可不，大馋丫头可是我很早就发现了这部小说，然后我就觉得，我当时就说这部小说要是改编成短剧，那指定能爆。然后我就开始做梦，我就说，哎呀，要是这部改编成短剧，然后让我去演，那就好啦。果然，后来惊喜从天而降。我在拍《新婚有影》的时候，杀青倒数第2天吧，突然美光给我发了这个 IP， 给我发了1卡，也就前10集，然后还给我发了这个小说的 IP， 然后我一看，我说这不是我刚看过的那个小说吗？我特别想演那个小说，我连剧本我都没打开，我说接，我说那就接。然后后来其实还是我当时有那个宣传，是因为我看到那小说的时候，当天晚上很喜欢，我俩在各自不同的房间里面看小说，然后就发给他说你看吧，然后我俩当天晚上就在2个房间里面边看边笑，然后通宵看完了。所以我那会儿就把那个剧本发给他，我让他看看，我希望让他看一眼，就是小说跟剧本区别大不大。然后幸好我们那个版本区别非常非常小，我说那太好了，那更要接了，就拍了。确实，我觉得美光的剧本确实挺好的，可以常合作。我喜欢很会发掘那种新 IP 的公司，剪得也很好，节奏感也特别好。这个月3部都是老王，谁让短剧的王哥都很优秀呢？404的趣事，404我们最大的趣事就是跟豆包玩，那都是属于前期了，没有那么苦的时候，在公司的时候，就我跟王老师俩，王老师第一次接触豆包，爱上了那个豆包，天天跟他聊天，
我们不是拍过一个小小的 vlog 发在我的工作室嘛，就跟豆包玩。接一部虐剧奖励自己一部清醒，哪有？我应该是接了2部虐剧，接了好几部戏之后才奖励自己一部清洗的。7月会不会上3部？应该不会吧？哎，7月还真不好说，不知道。反正库存告急了。吃的是一个芝士片、玉米片、奶酪玉米片。应该会出别的系列吧，应该会拍第2部、第3部吧。有什么想对江婷说的话吗？我觉得江婷很棒啊，对得起自己一切的付出。我希望我7月份能接2吧，但是接2也不是，应该紧接不了。然后目前对的项目都没有紧接了，所以等着我的行程图吧。感觉7月份好像就1部戏的样子。我觉得所有的戏，其实很多时候，能是大家喜欢的戏，都是互相成就。就是一定是所有的老师都演得很好，对吧？我们都其实都是目标一致，都想为同一个作品去努力付出，去做好一个作品。所有人都是，不管是幕前的还是幕后的，所有人，没有人不想为这个作品好的。叶老师昨天还给我发信息呢，他说他很紧张，上线前他很紧张。但是我们就说了，就说不管怎么样，市场怎么样，我们做一个我们自己认可的、喜欢的作品就可以了。他说他看了1遍，他很喜欢，但他不知道市场喜不喜欢。但我觉得很多时候，有些时候我们做事情也不是为了，就是给市场喜欢的，对吧？我们自己喜欢也行嘛。都很紧张，对，没有人不紧张的。而且一定会有人喜欢呀，对不对？市场这么大，一定会有人喜欢我们404的。那就是为喜欢的人做一部优秀的作品就可以了。大长丫头还有第2季吗？不知道，就得看剧方。印象深刻的台词，其实我觉得爸爸的那段话，小江婷对爸爸说的话和爸爸最后对江婷说的话，那句话我觉得适用于所有人吧。你首先是江婷，其次才是我的女儿。你首先是江凡平，其次才是我的爸爸。就像我们所有人一样，你首先是你自己，其次你才是其他的身份，所以要为自己而活。对，爱人先爱己。现实都是在为亲人付出，有很多人就是这样啊，活着活着不自觉都是在为别人付出，在关注别人，但其实忘了自己才是最重要的那个人。刚
刚刷的大长丫头，哎呀，大长丫头也很有意思。就如果404看完，可以去看看大长丫头。看完大长丫头很喜欢的有没有关注我呀？看完404很喜欢之后有没有关注我呀？难道就不期待一下这个大长丫头以后会拍什么戏吗？难道就不希望这个大长丫头以后再去找这种大长丫头的本来拍吗？谢谢，我先谢谢了，我替这个大长丫头先谢谢你们的关注，全平台的关注，哇塞！你也太会爱人了吧，么么哒，谢谢，谢谢你们的认可啦。印象最深其实真的印象最深是爸爸去世那场戏，但是我当时看完之后，看完全片，我还有一场很喜欢的戏，我觉得可能会有点小众啊，我不知道会不会有人跟我一样。但是那场戏不管是拍的过程还是我后期看的时候，我很喜欢的一段戏是我跟老刘在酒馆的那场戏，我很喜欢，就是在我要去温哥华之前，然后在在那个404酒馆喝的最后一顿酒，喝的最后一顿8+1，然后还给那个蓝色的8+1命名为富士山下那场戏，我也很喜欢，我很喜欢这里，而且说实话，这一段我当时跟刘琴老师拍的时候，我觉得我们2个人都互相被感染了。就是拍这一段的时候，我甚至我都不知道，我最开始在看本的时候，我都没有设想过，我在他说那段话的时候，我会想哭。但是在全景的时候，我听他说后面那段话，他在激励我出去见识外面的世界的时候，我就哭了，哭得可崩了。然后因为我哭，全景的时候他也被我带得想哭，我都能记住他当时是哽咽了，特别生气。有些时候演戏确实你可能看剧本的时候会有脑子里自己一段理解或者一段设想，但你真演起来，你真不知道你在哪里哭。我从来都不设计或不预设我在哪里哭，然后我就会发现每次都会给我一些惊喜的点。那一场我就没有预设过我会在听老刘的话的时候哭。其实不是他在说这个小鸟的时候，而是他好像在说，在鼓励江婷说，你就什么勇敢出去看看呀，什么什么那一段，那一刻那种感觉很像是自己鼓起勇气在做一些不是很被别人认可的事情，但是被别人发现了。然后那个发现的人，他知道了你的脆弱和胆怯，但是他选择去拥抱你，然后去托举你，去鼓励你，就这种感觉，我不知道你们能不能懂。对，老刘肯定了我所有的决定，所以我很喜欢那段戏，其实那段戏那些眼泪是为自己流的，真不是说为了感情无疾而终而流的，是真的是为了自己流的。买拿铁是表达什么？买拿铁是我的工作，其实买拿铁是因为我本职工作没做好，然后咖啡机又坏了，又想着急去给老板准备咖啡，所以只能去买拿铁，然后又因为买拿铁还迟到了。
对，跟 Jessica 在公司楼下交接那段戏我也很喜欢。啊，送鸡汤那一段我也很喜欢。其实还有一段我也很喜欢，是在车里，但我发现那个景别不是很近哦。但其实那一段我真的也是崩溃到有点泣不成声了，就是在看百日照的那一段。但我也很感谢那个导演没有用太近的景，因为我真的觉得我哭又说话真的很丑，哎，真的很丑，话都说不好，表情都有点狰狞，我真的觉得会有点丑。那一段我也没有想过我会哭，而且甚至我没有想过我会哭得那么惨，就是看百日照那一段。门里门内那段，哎，也挺惨的。谢谢 SY。怎么都演哭戏呀？都是怎么演哭戏的？我没太多设想，而且我一般哭戏之前，我不太喜欢去思考哭这件事情，就是等开拍的时候再去代入就好了，不提前代入，提前代入容易透支我的感受。多多奖励自己演轻喜，我已经在努力奖励自己了。我最近就是在努力看一些比较轻松的本子。不是崂山可乐，就是正常可乐。啦啦啦啦啦啦啦！想看古装啊，我其实一直没有特别想接古装，但是可以等天亮之后，或者是看到一个有意思的本子的时候再去拍吧。现在在跟蔡欣雅老师拍，然后我们的戏叫做《花轿女人和枪》，可以预约，也是一个全新的类型，也是一个 TYY 没有尝试过的类型，很特别，很有力量，很有热血，还有家国情怀。台词难吗？其实我们的台词都写得非常好，因为我们这个编剧真的非常功底非常深，所以那些台词都非常好，所以我基本上我尽量不想去改动那些台词，然后我会想办法去克服一下这个语言习惯吧，因为暂时我对于俺这个字不是特别适应，但当我对俺这个字不适应的时候，我念到那些词儿的时候，就容易把情绪给截断。所以比如说今天的戏我都是昨天晚上提前背的，幸好这个戏不是很忙，我等会就可以提前背一下明天的词儿。我的唇色本来就很深，我现在很暗灯光，而且我刚才涂的是一个它有点紫调的颜色，怎么一直这么在意我的唇色嘞，宝宝们？怎么回事儿？我看看我另一个口红在不在，我涂另一个口红。一直在说我的口红唇色，我的嘴就是很深耶。涂上也很红啊，灯光很红，唇色也很红，这样你就不难受了吧？是灯光原因，而且我自己唇色也很深。不玩了好吗？谢谢辉。男主是谁？这部戏的男主是蔡欣雅老师。得知赵总有地下女友的时候，江婷是不是很难受？当然很难受啦。
虽然说江婷要出去，但是江婷也是很喜欢赵燕青的，而且江婷觉得好不容易自己回来了，离那个目标越来越近了，很快就可以势均力敌的相见的时候，发现听说他好像有地下女友，那会儿天都塌了。我没有另一个手机，放不了音乐，宝宝。Jessica 临走前和林月说那句话，哪句话？我昨天没看完呢，宝宝，因为我今天开机，所以昨天没看完，不记得你说哪句话了。新剧极限拉扯，是很拉扯，新婚有影也有点小拉扯，反正最近的戏每一部都是不同的类型。我很庆幸之前就是不管是有意也好无意也好，就是正好给自己安排了都是不同类型的戏，短期内你们应该看不到同一种类型的戏了，每一个都是限定版，看完就没有，真的是限定版来的，看完就没有。啦，我是近视。纯柚就这个，柚子小溪的01号。第一集就委屈到你了，那公车上是吧？哎呀，公车上是我们拍的第2天，真的是一大早起来就开始哭的眼睛都肿。404我很多时候就是眼睛都是有点肿肿的，眼袋有点大大的，就是因为每天哭戏太多了，而且每天都在熬夜，每天情绪戏太多了。对，我看到最开始看预告的时候，很多人就在说，哎呀，家里这么困难了，怎么可能还能戴得起那个品牌的蓝色帽子？我那会儿真不想说，其实我那会儿就想说，到时候往下看你就会知道呀。那是个伏笔来的，那伏笔来的。我近视。对，其实有很多细节，这个整个剧本、整个剧其实都充斥着各种各样的一语双关也好，或者细节也好，大家都可以去发掘、发现，去总结一下。抱抱你，哭得很惨的话，可以去看《大馋丫头》。414看完很难受的就去看我们糟糕大馋丫头新生藏不住啦，指定能让你就是恢复好情绪。看大馋丫头简直就是一个反向暴击，又哭又笑的。赵总为啥不送白山茶给江婷？他不说了吗？因为温哥华养
养不了白山茶，再因为是他其实也送了，就是他把江婷也送走了，江婷就是白山茶。这是一个叫什么比喻还是啥呀？江婷就是白山茶。拟人啊，对，拟人，太久没读书了，都不会了。好像是7月3号吧，明天看看具体定在哪一天。看得又哭又透的，我觉得就是能看得懂这个故事的，也确实是蛮有生活的，蛮有生活的。因为像这个戏的一些台词也好，一些环节的设定也好，很多时候我们在看本的时候，我可能得再重新倒一下，我才能看明白是什么意思。所以我觉得能看懂的人也是比较有生活的。对，能 get 到那些点的也确实比较有生活吧。需要成3刷了。00后你已经完全吃透了，哈哈。小刘海，我这个戏也有没有刘海的地方了。刘海其实只是在前期。没感冒，就打了个哈欠。哇，8点了都。那我准备下播了。8点，我说背个词儿，然后睡觉了。我们这个组应该也是出的比较早，不过我明天应该不用太早，但是也不会太晚。我猜可能6、7点吧。拜拜，拜拜 ，Love you。没有关注的可以关注一下我吗？红鬼关注一下这个谭妍妍 TYY， 期待一下我的下一部戏吧，很快就来了，马上过2天，过2天又有新戏了。拜拜，拜，谢谢啊，拜拜。